看着数码宝贝长大的你，现在应该已经结婚了吧？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本次呢，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万代出品的数码宝贝最后的进化里面的暴龙机。相信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有很多小伙伴进电影院看过数码宝贝最新的剧场版最后的进化了吧？我呢也是刚看完，感触还是颇深的。但是这部电影呢，总感觉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情怀没有拉满，而且整个故事的剧情吧，也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最后的最后呢，我也没有等到熟悉的 Butterfly， 而且也没看到我最喜欢的究极体战斗暴龙兽和钢铁加鲁鲁的登场，真的是太可惜了哈。不过呢，看电影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之前不是正好预定了万代的这个最后的进化里面的暴龙机嘛？那正好呢，也没有跟你们做开箱视频，所以说就借着这股劲儿，是吧？本期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暴龙机它各方面做的到底怎么样。因为这款产品呢隶属于 CSA 系列，所以说整体包装的样式和我们之前节目里出现过1999版的暴龙机是差不多的。作为小特点呢，这次是附属了几张数码宝贝的对战卡片，只不过这个卡片怎么玩呢，我并不清楚，而且呢，它其实只给了6个，并没有给巴鲁兽和甲虫兽，我觉得比较可惜，所以这个卡片对我来说没啥太大的用处。然后里面的彩色包装盒呢，在正面可以看到太一和牙骨兽握手的一个画面，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让我想起了诺基亚的开机界面，还有没有？同时呢，在这个盒子的两侧也分别能够看到太一的勇气徽章以及阿和的友情徽章。把这个盒子打开了之后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内核上面印着的加布兽以及牙骨兽最终形态进化的这个剪影啊。而且把盒子打开之后，可以发现在这个盒子的里面啊，它其实也是用烫金印着2串这个好像是数码宝贝世界的文字，是吧？那么内包里面的内容物呢很简单，除了一个细塑包装之外呢，就是中文和日文的2本说明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废话，把这个暴龙机的主体拿出来，装上2节7号电池，把电池盖扣上去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暴龙机本体的表现到底如何吧。那首先在主体造型方面呢，我们跟之前这个1999版的暴龙机来进行一下对比，可以看到二者基本的外观啊，包括里面的这些电子元器件的构造都差不多啊，但它们还是有一些造型上的区别。那首先最大的不同呢，一个是配色，一个就是这个最后的进化的版本啊，它这里呢是有裂痕的，它是为了还原出最后它裂掉的时候那个感觉，所以这边呢会有一些涂装。那么1999版呢自然就不可能有了。同时呢可以注意到它们左边的这个天线的造型也是不一样的，虽然说这个天线呢2个都是压铸合金，所以说呢这款新的版本它还是有些新规造型零件的哈。然后它们的构造呢，包括开关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那么开机音效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老版本的，然后新版本的，我感觉老版本的声音会更大一些哈。那这个东西呢，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台词唱歌机，所以说它是不能够玩那种数码宝贝对战的游戏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玩法。首先呢，在开机之后，如果你按这个按钮，这应该是牙骨兽进化成暴龙兽的音效。这是机械暴龙兽。这是战斗暴龙兽，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好，这就变成了加布兽进化成加鲁鲁兽。加鲁鲁兽超进化成兽人加鲁鲁。究极进化成钢铁加鲁鲁。这个就是奥米加兽了。好，那么所有的这个进化的玩法呢，就是这些哈。值得一提的是，在开机状态下呢，如果15秒之内没有进入任何操作，它就会发出一个提示音，然后进入这个暴龙机的睡眠模式，就像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按一下任意一个按钮，就可以重新把它唤醒。
啊，这个跟之前那个1999版的暴龙机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进化这个按键玩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按这个按键是什么样的。那可以看到，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呢，它就会触发下面的这些台词的对话场景，都是原作中的。啊，这些台词比较多，我们就不听了啊。反正它台词呢就是这些。然后呢，下面这个按键是 BGM 播放按键，我们来按动一下。啊，那么按动第一下呢，它会播放我们最熟悉的这个 Butterfly。然后呢，它里面还收录了另外一首 BGM， 我们再按一下就可以暂停，我们再按一下就能切换到下一个 BGM。这个 BGM 是电影中最后结尾战斗的时候放那个，比较伤感哈。有意思的是，如果在播放这两首 BGM 的时候呢，再去按下这个台词的按钮，它呢其实就可以触发对应的这个战斗场景的台词。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它这个时候又进入睡眠模式了，我们把它唤醒。那么首先第一个是 Butterfly， 然后我们按一下台词按钮。好，12句台词播放完之后呢，如果你再按一下，啊，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这个台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播放下一个这个 BGM 的话，它就会触发这个部分的台词音效。注意啊，前方真的是高能催泪预警。哇，可以说这一段我听的还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就感觉像是最后在看电影一样啊。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呢，你说它坑爹、骗情怀什么的，我觉得肯定都有。但是确实，这个 BGM 一出，搭配上这个对应的台词的玩法，真的是太催泪了。刚刚这个呢，就是另外一种把这个暴龙机唤醒的音效了。顺带一提，其实还可以在 BGM 播放的时候呢，同时播放它进化的音效，同样很带感。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这款最后的进化暴龙机呢，我觉得因为它的音效呢就只有阿和跟太一的，相比起之前1999版是完整收录了初代8个人的这个音效台词来说呢，这次最后的进化版本它肯定是可玩性要打折扣的。不过这个也可以理解，毕竟在电影中最后呢也就只有太一跟阿和2个人的战斗，是吧？但不管怎么样，这玩意儿呢，其实我觉得以当初500多的预定价买到都挺亏的，更别说现在现货价格还被炒的挺贵的，好像都接近1000块钱了吧。而且不光是这款啊，就之前的1999版呢，我做完视频后来也看了一下，居然曾经被炒到过接近2000块钱的天价。我觉得这玩意儿它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塑料壳子，然后里面加一些电子元器件，可以播放一些原作的 BGM 跟台词来骗骗我们这些情怀粉死忠党的钱的嘛，对吧？它真的是不值这么高的溢价，哪怕你再怎么喜欢数码宝贝，在如此之高昂的一个现货价格之下，我都完全不推荐你去购买，因为真的是毫无性价比可言。毕竟呢，长大之后我们都是要和数码宝贝分开的，醒醒吧，我们真的已经回不去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了。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也请多多3连点赞支持一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